今晚，先把手轻轻放在胸口，感受一下自己的心跳。就在你读到这句话的几秒钟里，心脏正在推动血液，肺部正在交换气体，大脑则把一连串电化学讯号变成念头。同一时间，一束来自太阳的光刚走完1亿5000万公里，落进你的眼睛。心跳、呼吸、念头、阳光，看起来毫不相干，背后却有同一条线，把它们牢牢串在一起。它让肌肉收缩，让城市亮起，让恒星在漆黑宇宙中燃烧数十亿年。这个名字，我们每天都在说，能量。可一旦追问下去，麻烦就来了。水是什么？可以拆成分子。分子是什么？可以继续拆成原子。原子里还有电子、质子和中子。那么，能量又是由什么做成的？问到这里，物理学忽然沉默了，因为能量似乎不是装在宇宙里的一种材料，它更像一本永不遗失的账簿。万物可以改变形态，可以聚合，也可以瓦解，但在适用的条件下，总有一个数量被宇宙一笔一笔记着。更棘手的是，当物理学家试着计算真空本身的能量，最粗略的理论估算，竟可能比观测值大到10的120次方倍。不是多一点，不是多几个零，而是多出120个数量级。这道裂缝至今仍横在现代物理学的中心。今晚，我们就从一根蜡烛出发，沿着能量留下的痕迹，走进普朗克的量子世界，再穿过量子场、真空涨落、暗能量、黑洞，最后抵达时间本身。走到终点时，你也许会看见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能量可能不是宇宙里的某样东西，而是宇宙允许一切事物发生变化的语法。如果你喜欢这类从日常一路追到宇宙深处的内容，欢迎按赞并订阅，让更多同样好奇的人找到这部影片。现在，点亮第一根蜡烛，宇宙那本从不出错的账，就藏在火焰里。第一章，一根蜡烛里藏着宇宙的账本。先别急着抬头看宇宙，我们先看桌上最普通的一根蜡烛。课本常说，能量是做功的能力，这个定义没有错，却像把音乐说成空气的震动一样。答对了字面，却还没碰到真正的问题。当你划亮一根火柴，把火苗靠近烛心，眼前立刻发生一连串变化。蜡融化了，火焰出现，光线向房间各处扩散开来，你的手会变暖，烛心一点一点变短。表面上，它们是不同现象，从物理学的眼光看，却是同一件事。它们全都是能量在转换形态。你正亲眼看着宇宙最深的规律之一发生，却因为太熟悉，几乎从不觉得它神秘。人们第一次认真尝试将能量理解为一种物理量，是在17世纪，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独立于牛顿发明了微积分。他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生命力的概念。他注意到，当物体移动和碰撞时，有一个量是守恒的，也就是质量乘以速度的平方。它还不是今天完整的动能公式，却已经抓住了动能最关键的速度平方关系。如果物体的速度加倍，其动能就会增加到原来的4倍。这个平方不是数学家随手放进去的装饰，它和时空的结构有关。只是莱布尼兹提出这个想法时，人类还要再等2个世纪，才看得见背后更完整的理由。在莱布尼兹之后的几十年里，科学家开始对看似相同事物的不同形式进行分类：热、运动、电、磁、光。它们表面上看起来各不相同，但实验不断表明它们可以相互转化。
热能可以产生运动，运动可以产生电力，电力可以产生光。关键在于总量在每次变换过程中似乎都保持不变。詹姆斯·焦耳是一位英国酿酒师和业余物理学家，活跃于19世纪40年代。他是建立这一体系的关键人物之一。焦耳设计了一套看似朴素，实际上极其精巧的装置。他让重物慢慢下落，带动桨叶在水中搅动，再盯着温度计，测量那一点几乎看不见的升温。结果一再相同，重物失去多少机械能，水就得到相应的热，没有一部分凭空失踪，只是换了模样，重新出现在账上。后来焦耳这个能量单位正是以它命名。在同一套单位里，1焦耳的机械功转化后就是1焦耳的热能，不是大约，确切的至少在实验精度允许的范围内，账目分毫不差。到19世纪中叶，这已经凝结成科学界最重要的原理之一——能量守恒。能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只是被转化了。真正让人不安的不是这条规律有多好用，而是它暗示了一件更深的事：宇宙似乎真的在记账。火焰燃烧，车轮转动，闪电劈下，表面上的景象千变万化，可只要把所有形式都算进去，总账依然对得上。问题是，宇宙为什么非得这样做？当时没有人知道答案。这个问题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基本上没有得到解答。在热力学和经典力学取得实际成功的背后，工程师可以精确地计算能量转换，而无需了解能量的本质是什么。数学计算是正确的，机器运转起来了，蒸汽机推动了工业革命，工厂数量激增，城市发展壮大。至于能量究竟是什么，人们一度把它留给哲学家。毕竟机器已经转起来，工厂也冒出了烟，谁也没想到一场关于发光物体的实验马上就要把这座看似牢固的物理大厦撕开第一道裂缝。第2章，普朗克打开的裂缝。20世纪刚刚开始，这套看似稳固的世界观就连续裂开。第一道裂缝竟然来自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物体受热之后为什么会发光？这个从19世纪90年代起就困住物理学家的难题，有一个听起来像灾难片的名字——紫外线灾难。先把画面拉回实验室，物体受热时会发光。一块铁在锻炉上加热，随着温度升高，颜色会从黑色变成红色、橘色，最后变成黄色。任何物体只要温度高于绝对0度，就会辐射电磁能。温度越高，物体的总辐射越强，辐射峰值也会逐渐移向较短的波长。所以恒星的颜色不同，温度通常也不同。偏红的恒星表面温度通常较低，偏蓝白的恒星表面温度则更高。太阳位在两者之间，如果只看光谱峰值，大约落在绿光附近，但各种可见光混合后，我们在太空中看到的太阳其实接近白色。物理学家用方程式描述物体如何以不同的频率发射辐射，这些方程式在低频下效果相当不错，在较长的波长范围内，即红外线波段，理论预测与实验相符。但当他们将这些方程式推向高频，推向光谱的紫外线端及更远区域时，就出了问题，大错特错。这些方程式预测，高频辐射的能量应该是无限的，不是大的，也不是非常大的，而是无限的。宇宙中所有温暖的物体都会辐射出无限的能量，
这意味着坐在温暖的炉子旁边应该会立即致命。显然，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人们每天坐在炉灶旁，也活了下来。可是经典物理的方程式却坚持，你应该被无限强大的高频辐射瞬间吞没。这就是紫外线灾难。方程式在熟悉的区域运作得很好，一走向高频便失控。更糟的是，没有人能只修补这一角，而不牵动整栋理论大厦。1900年，一位名叫普朗克的物理学家找到了解决方法，但这个解法有一个代价，他必须把连自己都不太愿意相信的想法悄悄放进方程式里。普朗克提出，物质与辐射交换能量时，并不是像水流那样连续的倒出去，而是一份一份的交付，每一份都是不可再切的最小单位。他把这些单位称为 quanta， 也就是量子。如果给每种频率的光都分配一个最小能量单位，并且随着频率的增加，最小能量单位也随之增大，那么频率越高的模式就需要更多的能量才能启动。在室温下，你根本没有足够的能量来启动高频模式，那些高频模式便因为付不起最低门票，几乎无法被激发，无穷大的总和消失了，数学问题自行解决了。普朗克在试图解决关于发光物体的相对普通的问题时，意外地发明了量子理论。他并不是想革新物理学，他试图让一个特定的方程式停止预测错误的结果。他成功了，代价却是经典物理再也无法维持原来的模样。在许多量子过程中，能量的吸收与释放会呈现一份一份的离散形式。每一种特定频率、特定系统都有它允许交换的能量尺度。在特定的量子交换里，你不能只拿半份，也不能拿1/3份，要么跨过那道门槛，完整交换一个量子，要么什么也不发生。这个想法在当时近乎离经叛道。经典物理学将能量视为连续变数，就像倒水一样，你可以倒入任意量的水，你可以倒1公升，也可以倒2公升，或是倒1.374公升，中间没有任何禁区。普朗克认为能量更像是硬币，你可以拥有1枚硬币，或是2枚，或是100枚，但不是1.5。每枚硬币的价值取决于所涉及的光的频率。普朗克用一个简单的方程式描述了这个现象：量子能量等于一个常数，现在称为普朗克常数，乘以频率。这个常数非常小，6.626乘以10的-34次方焦耳秒。这个数字如此之小，以至于在日常生活中你根本不会注意到它的细微差别。在日常尺度上，这些硬币小得惊人，密集得像一条连续的水流，所以我们完全察觉不到它一份一份的本性。可一旦进入原子世界，硬币之间的缝隙便再也藏不住了。但在原子和亚原子尺度上，这种离散性就变得至关重要。普朗克本人也不确定他的想法在物理上是否现实，他认为他可能引入了一种数学上的便利，这是一种让数字成立，但不一定反映自然实际运作方式的技巧。他花了数年时间试图找到一种无需量子假设就能得出相同结果的方法。他做不到，但在他的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始终对自己的发现感到不自在。普朗克打开了一扇连自己都不愿走进去的门。5年后，一名还在专利局上班的年轻人会毫不犹豫地跨过门槛，并把整个物理学拖进去。第3章，光究竟是波还是粒子？那个跨过门槛的人是爱因斯坦。普朗克把量子当成解决计算危机的办法，爱因斯坦却说，也许这不是计算技巧，
而是光本身的真面目。这一步比普朗克愿意承认的还要大，也危险得多。1905年，爱因斯坦在瑞士伯尔尼担任专利局职员。白天，他审查别人的发明；下班后，他却在纸上拆解经典物理的根基。那一年，他发表了4篇论文，其中任何一篇都足以成就他的事业。其中一篇解释了布朗运动，悬浮在液体里的小颗粒之所以不停抖动，是因为周围无数分子正在从各个方向撞击它。另一篇建立了狭义相对论，重新改写人类对空间与时间的理解。同年稍后，他又从狭义相对论推导出质量与能量的关系 ，E 等于 mc 平方。其中和量子故事最直接相关的是他对光电效应的解释。这个难题从19世纪末期就一直困扰着物理学家。当光照射到金属表面时，金属中的电子会被击出，光能把电子从金属表面击出。这件事本身不难接受，真正令人困惑的是电子被击出的规律。经典波动理论预测，更强的光应该能更有效地将电子击出，强度越大，传递给每个电子的能量就越多，光照时间越长，累积的能量就越多，最终电子就会越剧烈地弹出。然而实验给出的答案恰好相反，溢出电子的最大动能取决于光的频率，也就是颜色，而不是光有多亮。暗紫色光激发出的电子能量比明亮的红光更高，低于一定频率的红光，无论亮度多高，都不会产生任何电子。增加红灯的亮度只会让你得到更多能量不足的光子，照1小时也不行，照1年仍不会有光电子溢出。经典波动理论无法解释这现象，爱因斯坦做到了。他提出光本身也是量子化的。爱因斯坦把普朗克的假设推得更远，不只是能量在发射与吸收时一份一份的交换，光本身也以离散的能量包传递。电磁能量包，每个粒子都携带着等于普朗克常数乘以频率的能量。爱因斯坦称它们为光量子，我们现在称它们为光子。在这个模型下，光电效应立刻就变得合理了。单一光子撞击单一电子，此光子的能量取决于其频率，高频意味着高能量，低频率意味着低能量。如果光子的能量超过电子与金属的结合能，电子就会逃逸；如果没有，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如果单个光子的能量跨不过门槛，能量会以其他形式留在材料中，却不会释放出光电子。更多的光子意味着更亮的光线，会让你有更多尝试的机会。但是每个逃逸电子的能量仅取决于每个光子携带的能量，你无法累积部分光子，不可能储存半个光子的能量，然后等待另一半光子到来。光子要么有足够的能量释放电子，要么没有足够的能量释放电子。光电效应解开了，可一个更大的麻烦立刻挡在门外，因为光这种人人都知道是波的东西，现在却表现得像粒子。19世纪的实验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光是一种波。托马斯·杨在1801年进行的双缝实验表明，光线穿过2个狭窄的缝隙后，会在另一侧产生干涉图案，明暗条纹交替出现，就像水波穿过2个开口时，有些地方会叠加，有些地方会抵消一样。这不是若有若无的小偏差，这是清楚证据。光是一种波。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方程组，即19世纪60年代写成的经典电磁学的伟大方程组，将光描述为震荡的电磁场，
一种以光速向外传播的波。光的波动图像不是猜测，而是一次又一次被实验盯牢的事实。现在爱因斯坦又说它也是一种粒子，波的证据没有消失，粒子的证据也无法否认。两幅互相冲突的图像竟然同时成立，实验如何安排，决定了哪一面显现出来。于是物理学迎来一个极有成果也极难直观理解的概念：波粒二象性。量子物体既不能被纯粹的经典波完整描述，也不能被纯粹的经典粒子完整描述。自然界需要一套新的语言，而这种特性并不只属于光。1920年代初，一位名叫德布罗意的法国物理系学生扭转了这一局面。他问道：如果波可以像粒子一样表现，那么粒子可以像波一样表现吗？他在博士论文中提出，每个大质量粒子都有相关的波长，波长等于普朗克常数除以粒子的动量。粒子运动速度越快，动量越大，波长越短。他的论文委员会对此感到困惑不解。这是优美的数学理论，但它在物理上又意味着什么呢？委员会拿不定主意，便把论文寄给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看完后认为，这个想法很可能是对的。德布罗意的博士论文因此获得通过。德布罗意于192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几年后，他的论文发表，实验证实了他的预测。美国贝尔实验室的戴维森和格莫以及英国的汤普森分别独立地证明，用电子轰击铂晶体会产生干涉图案，就像光波穿过衍射光栅时产生的图案。人们原本把电子想成一颗带电小球，实验里的电子却形成明暗交替的干涉条纹，那是波才有的招牌。绕射和干涉都是波动现象，纯粹用粒子行为是无法解释它们的。干涉图样显示出的波长与德布罗意公式吻合，电子可以在探测器上留下局部的一点，也能在大量事件累积后形成波特有的干涉条纹。如何把这两种表现放进同一套理论，促成了物理学史上最密集的10年之一。会议上争论不休，论文一篇接一篇，彼此挑战，也彼此推进。海森堡、波尔、薛丁格、狄拉克、波恩、泡利，他们都在努力解决同一个问题：当自然界的物体既不是波也不是粒子时，如何建构一个连贯的自然描述？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一套可计算、可检验的量子力学框架终于成型。量子力学的核心是对能量的本质及其与现实关系的彻底重新构想。关键人物是薛丁格。1926年，他在苏黎世工作时写下了一个描述量子系统如何随时间演化的方程式——薛丁格方程式。它并没有描述粒子的位置，它并不能告诉你粒子在空间中运动的轨迹，就像牛顿方程式描述炮弹的运动轨迹一样。它描述了一种称为波函数的数学对象。波函数是一个将空间中的每个点赋予一个复数的场。波函数包含了关于一个系统的所有可能资讯。此方程式描述了波函数如何随时间变化。更准确地说，波函数在某一点的复数振幅取绝对值平方，就得到在那里测得粒子的几率密度。如果你测量该位置，求该粒子的几率。测量前，粒子没有确定的位置，它包含一系列可能的位置，每个位置对应一定的几率，而测量则将分散的因素简化为一个确定的结果。波函数能精确预测几率分布，却不会替单次测量指定一个必然结果。这不只是因为我们少看了一份普通的背景资料，在标准量子力学的描述中，单次结果本身只以几率给出。贝尔定理与后续实验
排除了广泛一类局域隐变量解释，但不同量子诠释如何理解测量前的实在，至今仍有争论。波函数是系统最完整的描述，波函数并未指定一个确定的位置，这听起来像是哲学，这是物理学。经数千次实验验证，1964年，贝尔提出贝尔不等式。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阿兰·阿斯佩等人的实验开始对它进行关键检验，结果告诉我们，你不能只靠一套局域，而且早已替所有测量结果写好答案的隐藏变量，重建量子世界。可以确定的是，自然界的量子关联无法被一套同时局域又预先替所有结果安排好答案的经典图像完整解释，这确实是几率性的，从根本上来说。而对于能量来说，关键在于将这个框架应用于能量概念本身时会发生什么事。在量子力学里，能量不再只是贴在粒子身上的一个数字，它对应一个算符，也就是作用在波函数上的数学操作，作用于波函数的数学对象。当你测量量子系统的能量时，波函数会坍缩成一组特定的允许状态之一，这些状态称为能量本质态。只有与这些状态对应的能量才是可用的，不是一条可以任意取值的连续刻度，也不是想取多少就取多少，一组离散的可能结果。正是在这里，量子化不再只是一种数学技巧，而是深刻地关乎现实的结构。对束缚系统来说，允许的能量往往是离散的，这不是额外规定，而是波动方程与边界条件共同给出的结果。因为对于一个受限系统，波动方程式只有在特定值处才有解，就像吉他弦只能在特定频率下振动一样。琴弦具有基频，比那高一个8度，比这个频率高出1/5的频率等等。只有这些频率才是两端固定的弦的波动方程式的解，任何其他频率都不符合边界条件。量子系统的能阶是相同的，只有某些特定的值才是解决方案，其他数值不是被宇宙另行禁止，而是根本不符合这个系统的波动方程与边界条件。就像一根两端固定的琴弦，某些音可以稳定存在，夹在中间的音却无法形成完整驻波，像是不属于大自然这套语言的字词。让我们用最简单的例子来具体说明：一个氢原子，一个质子，一个电子。在经典物理学中，电子应该能够以任何能量在任何距离绕着质子运行，轨道越近，能量越低。经典电磁学预言，加速运动的电荷会辐射能量，做圆周运动的电子会不断加速，总是变换方向，因此它应该持续辐射电磁能量并向内螺旋移动，逐渐且持续地失去能量。一个典型的氢原子应该在大约10奈秒内坍缩，不是10000年，不是10年，10亿分之1秒。显然氢原子不会这么做，你主要由氢、氧和碳组成，已经存在超过10奈秒，你体内的原子已经稳定存在了数十亿年。但经典物理学认为它们不应该如此，量子力学解释了它们为何如此。氢原子中的电子并非以任何经典意义上的方式绕着原子核运动，它以波函数的形式存在于质子周围。波函数只在某些特定能量下才有稳定解，基态即能量最低的状态，最可能的半径约为53皮米。第一激发态具有更高的能量和更大的最盖然半径，第二个激发态较大。以此类推，电子不能以稳定能量停在这些能阶之间，它可以透过吸收或发射能量差恰好等于能阶之间能量差的光子，从一个能阶跃迁到另一个能阶。精确
不是大月。如果用频率稍有偏差的光照射氢气，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光子穿过而不发生相互作用，只有与两个量子能阶之间的精确能量差相对应的精确频率才会被吸收。这就是元素具有光谱线的原因。光谱上出现的不是一片模糊连续的色带，而是一条条清楚的线，每条线都对应一次精确的能阶跃迁，像是元素留下的条码，也是离散能阶最直接的指纹。宇宙中每一个氢原子都具有相同的指纹，自来水里的那种，太阳中心的那颗，位于距离地球120亿光年的星系中的一颗，水平相同，间距相同，允许能量具有相同的离散结构。量子力学定律具有普遍性，它们不会因地点改变，它们并不依赖原子的历史，它们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宇宙中的每一个氢原子都具有相同的允许能量结构，由相同的基本常数决定，其中一个常数就是普朗克常数，与普朗克在1900年提出的用于解决黑体辐射问题的数值相同。它无所不在，在原子光谱中，在化学键合中，在核结构中，卡西米尔效应，在不确定原理中。普朗克常数是量子力学中的作用量单位，自然界的基本量子。在每个原子、每颗恒星、每个星系中，每一个离散的能阶之间的间隔都是这个微小数字的倍数。但量化只是故事的一半，因为即使你了解能量为何是以能量包的形式的存在的，你仍然没有回答更深层的问题：什么是能量？被量化的是什么？它住在哪里？它是由什么制成的？在经典物理学中，能量是物质核场的一种属性。运动的岩石具有动能，因为它处于运动状态。由于其结构特性，压缩弹簧具有位能，温暖的物体具有热能，是因为其原子在振动。带电电池由于电荷的排列而具有电位。能量总是依附在某些事物上，这是一种属性，某个物理物件状态的描述。它本身并不是一件东西，这始终是一种描述事物的方式。量子力学已经让这幅图像开始松动。接着登场的量子场论，干脆把粒子是宇宙最小积木这个想法整个翻了过来。下一章，我们熟悉的粒子将从舞台上消失，留下来的是充满整个宇宙的场。第4章，粒子消失之后剩下的时长。量子场论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它不是物理学家凭空发明的新舞台，而是量子力学与狭义相对论正面碰撞后被逼出来的框架。因为只要粒子接近光速，原来的薛丁格方程就不够用了。最初的薛丁格方程式与狭义相对论不符，它对时间和空间的处理方式不同。相对论认为这是不被允许的。在相对论中，空间和时间交织在一起，你不能再把它们彼此分开处理。我们需要用到相对论量子方程式。保罗·狄拉克于1928年发现了它。狄拉克方程式能以符合狭义相对论的方式描述高速运动的电子，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将量子力学与狭义相对论结合起来，使其在数学上自洽且在物理上具有预测性，但这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此方程式的解对应于具有负能量的电子，这似乎不符合物理规律。带负能量的电子，那意味着什么？狄拉克的解读很有创意，他提出所有负能态都已被填满，形成一片看不见的电子海，即狄拉克海。狄拉克海中的一个空隙，即某个以填充状态中缺少的电子，会表现为带正电的物体，质量与电子相同，
但电荷相反，此前从未观测到这种粒子。狄拉克最初认为这些间隙可能对应于质子，可这个解释立刻撞上一个硬伤，质量对不上，质子比电子重近2000倍，不可能只是电子海里的一个空位。1932年，卡尔安德森在云氏的宇宙射线竞技中发现了正电子，它和电子质量相同，电荷却相反，因此也被称为反电子。狄拉克方程式早已预言了这一点，这是反物质的首次发现，它直接源自于试图调和量子力学和狭义相对论。后来，更完整的量子场论不必再把狄拉克海当成基本图像，却保留了反物质这项惊人的预言。它的核心可以浓缩成一句话：先忘掉基本粒子是一颗颗小球的画面，自然界更基本的主角是场。场是指在空间中每个点都具有质的量，温度是一个场，房间里的每个点都有温度。风速是一个场，大气层中的每个点都有风向和风速。重力场是一种场，它为空间中的每个点赋予方向和大小。电磁场是一种场，它既有电分量又有磁分量，在空间每一点都有方向与大小。在量子场论中，所有场都是量子场，它们在量子尺度上并不拥有处处确定的数值，它们可以用波函数来描述，它们会波动。更重要的是，它们填满了所有空间，到处，不只是物质恰好存在的地方，到处。宇宙中每一点的电子场都具有数值，夸克场在每个点上都有一个值，希格斯场在每个点上都有值，胶子场、光子场、W 玻色子场和 Z 玻色子场，粒子物理标准模型中的每一个场都始终充满整个宇宙，每一种场都铺满整个空间，也延续于每一个时刻。我们看不见它们，不代表它们只在粒子出现时才存在。现在，最颠覆直觉的一步出现了，粒子未必是最底层的材料。在量子场论中，粒子是场的激发。当电子场受到扰动，被赋予能量时，就会产生一种我们称为电子的局部激发。当电磁场受到扰动时，会产生光子。当希格斯场受到扰动时，就会产生希格斯玻色子。标准模型中的每个粒子都是对应量子场的激发态。粒子不能只被想成一颗在空间里飞行的小球，它是遍布空间的量子场所呈现的一种激发。电子在电子场中的存在方式，与硬币在你口袋里的存在方式截然不同。电子更像电子场上的一圈涟漪。海浪不是一件被放进海洋里的物品，海浪就是海洋正在起伏。同样的，电子也不是被塞进电子场的小球，电子就是电子场以某种方式被激发。到了这里，能量的意义也被彻底改写。在量子场论里，粒子不是核场分开存在的容器，它本身就是量子场的一个离散激发，并以特定方式携带能量与动量。在条件合适，能量也跨过门槛时，相互作用可以产生粒子。粒子被吸收或衰变时，能量则转移到其他场与激发之中。粒子的出现与能量的投入是同一个物理事件的两种说法，你无法将它们分开，两者不能被粗暴地分割，但也不能简化成所有能量都是粒子。更准确地说，粒子是量子场携带能量的一种方式。接着，真正违反直觉的事出现了，就算把所有粒子都拿走，让量子场降到最低能量状态，真空仍不是一张完全空白的纸，因为最低点不等于绝对的零。第5章，真空并不空。所谓量子真空，
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是量子场的基态，也就是在既定条件下，你无法再从中提取更多能量的最低状态，它仍可能带有非零的基态能量。背后那把钥匙就是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他指出，对量子场来说，场的振幅与相应的共轭动量不能同时被钉死在完全确定的数值上，一边越确定，另一边容许的起伏就越大。这与你不可能同时知道一个粒子的确切位置和确切动量的原理相同，但这同样适用于场，它适用于量子力学中的一切。这不是仪器不够精密，也不只是探测器碰到了被测物。不确定性来自量子态本身的数学结构，这是量子系统运作方式的一个基本特征。它被建构在理论的数学结构中，并被每一个检验过它的实验所证实。真空的后果是这样的：如果场强确实为零，没有波动，那么它的值和变化率都可以精确地知道。0、0，精确为零，而且两者同时如此。但不确定性原理不允许达到这种精度，所以场强必然会波动，它必须不断地偏离零值，不是因为有某股外力在推动它，也不是因为里面藏着普通粒子。这些最低限度的起伏被称为真空涨落，它们会影响可测量的能量差与物理效应，提醒我们，空间的基态并不是毫无结构的物。虚粒子是思考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尽管这个名称有点误导。它们不是几乎不存在的粒子，它们不是那种突然出现然后又在你捕捉到之前消失的粒子，它们是描述和计算真空场波动的影响的数学方法。当你使用量子场论的数学工具，称为费曼图，来计算真实粒子如何相互作用时，你不可避免的需要包含一些涉及无法直接观察的粒子的图。这些是虚粒子，它们与你侦测到的电子和光子在本质上并不相同，但它们的影响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可衡量的。这也不是比喻，它可以透过一种不容置疑的方式进行衡量。卡西米尔效应是观察量子真空如何受到边界条件影响的经典窗口之一。1948年，亨德里克·卡西米尔在荷兰的飞利浦研究实验室工作，他当时正在研究电磁场的量子行为。他预测，两块不带电的金属板在真空中靠得非常近，就会互相吸引，并非出于任何明显的外在力量，不是引力。引力在小尺度上太弱，无法解释这种效应。不是静电，因为金属板的设计是电中性的。卡西米尔说，吸引力将来自量子真空本身。原因如下：两块非常靠近的金属板之间的空间会对电磁场施加边界条件，电磁波在金属边界处必须满足特定的约束条件。具体来说，平行于表面的电场分量在表面上必须为零，这意味着只有波长合适的电磁模式才能存在于两板之间，只有能满足边界条件的特定模式才能留在两板之间，不合适的模式会被排除。但在板外的空间中，所有波长的真空波动仍然正常存在，外部没有任何限制，这就造成了不对称。在间隙内部，某些真空涨落模式被排除在外，因为它们无法满足边界条件；而在金属板外，这些模式仍然存在。板外的真空波动产生的力，比板内较小的真空波动产生的反作用力更大，从而将板向内推。最终结果是，一股力将两块板推在一起。1997年，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史蒂夫·拉莫罗使用相距约1微米的平板测量了这种力量，那是1/1000毫米。
测量结果与卡西米尔的预测高度吻合。此后，多个实验室以越来越高的灵敏度测量了这种效应。现代实验可以极为精确地探测卡西米尔力，这种影响是真实存在的，它是可衡量的，这取决于空间的几何形状。当改变板材之间的间距时，它也会随之改变，这取决于板材的材质。使用不同的材质或不同的形状时，效果也会有所不同。它已被测量过曲面、不同图案的表面以及超导材料，始终与量子场论的预测相符。卡西米尔效应让我们看见这一点。更严谨地说，实验测到的是不同边界条件之间的能量差，而不是宇宙真空能量的绝对值。空间几何形状会影响真空的能量，空的空间蕴含能量，它具有结构，而这种结构可以透过改变物质的物理排列方式来改变。真空不是毫无内容的背景，而是量子场的基态，而这种基态具有能量。周围空间的结构决定了其中蕴含的能量大小。而故事走到这里，真正令人不安的部分才刚开始。如果真空都蕴含能量，那么宇宙应该会充满能量。宇宙中每一立方公分的空旷空间，每一片真空区域，处处都蕴含着这种基态能量。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物理学家们已经能够正确地进行计算了。如果把量子场中所有可能模式一路粗略外推到普朗克尺度，再把它们对基态能量的贡献全部加起来，便会得到一个近乎荒谬的估算，大约每立方公尺时的113次方焦耳。每立方公尺的数值是1后面跟着113个零。第6章，差了120个零的宇宙危机。现在把这个理论数字放到真实宇宙面前，整栋物理大厦开始摇晃，宇宙加速膨胀，让我们能反推出与宇宙常数相对应的有效能量密度。1998年，2个独立研究遥远超新星的团队有了令人震惊的发现。他们正在测量 IA 型超新星的亮度。IA 型超新星被用作宇宙学中的标准烛光，因为它们都具有大致相同的固有亮度。透过比较时亮度与预期亮度，可以确定每颗超新星的距离。透过测量光线的红移，你可以确定超新星爆发时宇宙的膨胀速度。研究团队预期会发现宇宙膨胀速度正在减慢，重力使物质聚集在一起，一个充满物质的宇宙应该处于减速状态，结果却恰恰相反，宇宙正在加速膨胀，像是有某种具有负压的成分写在空间本身的结构里，推动膨胀愈来愈快。爱因斯坦实际上在1917年就在他的广义相对论方程中引入了一个项，以允许宇宙是静态的，他称之为宇宙常数。后来随着宇宙膨胀被发现，爱因斯坦放弃了用宇宙常数维持静态宇宙的做法，但1998年的超新星观测让他重现眼前，宇宙不仅在膨胀，还在加速膨胀。驱动这种加速的能量具有可测量的能量密度，此测量结果所得的数值约为每立方公尺 6.7 乘以10的负10次方焦耳。这个数字极小，和普朗克尺度的粗略理论估算相比，几乎像是零。如果把量子场论一路外推到普朗克尺度，最天真的估算与宇宙学观测最多可相差约120个数量级，也就是10的120次方。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物理学史上理论与测量之间最大的差异，不是2倍，不是100万倍，甚至不是1万亿倍，而是一个1，后面跟着120个零。物理学家称之为宇宙常数问题，有人称之为科学史上最糟糕的预测。麻烦在于，量子场论的其他预测极其成功，
真空涨落造成的效应也确实可以被观察。卡西米尔效应让我们看见这一点，场的激发以量子的形式出现，而许多能量交换也因此呈现离散结构。所有这些都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中反复得到验证。但是当你把所有能量加起来时，真空的总能量就会出现灾难性的错误。如果这套估算方向没错，巨大的正负贡献就必须以难以想象的精度彼此抵消，只剩下观测到的微小残余，也可能是我们对真空、重力或两者关系的理解，还漏掉了根本的一层。哪一种才对？没有人知道。这不是物理学边缘的一道小题，而是现有最佳理论交界处仍未解决的核心矛盾。标准模型和量子场论结合起来，对真空能量做出了这种荒谬的预测。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宇宙会忽略它。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超对称性。每一个玻色子，每一个整数自旋粒子，都有一个自旋为半整数的费米子对应粒子，反之亦然。玻色子和费米子对真空能量的贡献符号相反，玻色子将其向上推，费米子会把它压下去。如果超对称性是精确的，那么玻色子对真空能量的正贡献将被其费米子伙伴的负贡献完全抵消，真空能量将恰好为零。但真空能量显然不完全为零，虽然很小，但并非为零。宇宙正在加速膨胀，所以如果超对称性存在，那么它必然是被打破的。超对称伙伴的质量必须与对应粒子不同，如果它们的质量不同，则抵消只能是部分抵消。要让真空能量像我们观察到的那样小，还需要进行一些微调，但至少这会是一种机制，即使不完美，这也是导致近乎完全抵消的原因之一。问题是，在我们能够探测的任何能量尺度上，我们都没有发现超对称粒子的证据。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在高达约14兆电子伏特的能量下寻找过它们，未找到任何结果。超对称性并非不可能，这些粒子可能存在于目前对撞机无法达到的高能量环境中，但许多原本被认为最自然也最容易在现有能量尺度出现的版本，已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另一条思路是让真空能量透过某种动力机制自行调节。理论学家曾提出不同的标量场模型，尝试把真空推向极小的有效能量，但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种方案同时获得理论与观测的有力支持。宇宙常数问题处于量子场论、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的交叉领域，并且一直未能解决。宇宙常数问题逼我们面对一个极具体的疑问：当能量不依附于任何物质，只存在于空间本身的结构里，它究竟算是什么？先把这道相差120个零的裂缝放在心里。接下来，我们要转身走进另一扇门，因为一位长期被忽视的数学家，早在1915年就揭示，宇宙之所以保存能量，真正的原因可能藏在时间里。第7章，宇宙为什么必须保存能量？要理解能量为何守恒，我们得认识一位长期被低估的天才。艾梅诺特是一位曾在哥廷根大学工作的德国数学家，也是他那一代最有天赋的数学家之一。她因为是女性而被德国大学拒于门外，她多年来无偿工作。由于大学拒绝授予她以自己名字授课的正式权利，她的研讨会有时以希尔伯特的名义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他证明了数学中最美的定理之一。他证明，在满足相应条件的物理系统里，每一种连续对称性都对应一个守恒量。这句话听起来抽象，
翻成日常语言却非常直接。如果物理定律今天和昨天一样，如果你今天进行的实验，明天进行同样的实验，会得到相同的结果，那么能量就是守恒的。这种对称性被称为时间平移对称性。物理定律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你何时应用它们，仅凭这种对称性，诺特就证明了能量守恒。不是谁命令宇宙保护能量，也不只是实验碰巧反复出现同一结果。只要时间平移对称性成立，数学就要求相应的能量守恒。如果物理定律有其偏好的时间点，如果周二进行的实验与周三进行的同一实验得出的结果不同，那么能量守恒定律就会被打破。反过来说，如果在封闭系统里确认能量守恒失效，就表示支撑它的时间对称性或其他基本假设至少有一项需要重新检查。诺特定理在物理学界以外并不算家喻户晓，影响却深得难以估量。它告诉我们，守恒定律不是实验数据里偶然出现的规律，而是自然定律对称性的数学结果。动量守恒源自物理定律不因空间位置改变，角动量守恒源自于物理定律与物体方向无关，能量守恒源自于物理定律无论何时应用都保持不变。能量守恒的对称性是时间对称性，也就是说，能量之所以成为守恒量，和自然定律的时间对称性直接相关。世界不停改变，定律却不因实验早做一天或晚做一天而改写。能量守恒正是这种不变性的回声。没有时间平移这个概念，也就没有同样意义下的能量守恒。从这个角度看，能量可以被理解为物理系统对时间推移的回应。能量与时间并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概念，而是同一个底层结构的两个面向。但时间对能量的改写还不止来自诺特。在量子理论成型的同一段历史里，爱因斯坦也从相对论出发，拆掉了能量、质量、动量与时空之间原本清楚的界限。1905年，爱因斯坦解释了光电效应的同一年，他发表了一篇关于狭义相对论的论文。1915年，他发表了广义相对论。这两种理论改变了人们对能量的认识，其影响至今仍未被充分理解。狭义相对论表明，能量和动量不是分离的、独立的量，它们是同一个四维物体的组成部分，它们共同组成一个四维向量，能量、动量四向量。你所谓的能量和动量，取决于你的运动状态。两个相对运动的观察者对于粒子所具有的能量和动量会产生分歧，但能量与动量组成的四向量保留了一个所有惯性观察者都同意的不变量，也就是粒子的不变质量。对有质量粒子而言，它和静止能量透过 E 等于 mc 平方相连。对于光子而言，不变质量为零，光子的不变质量为零，却仍然携带能量与动量。无论在哪一个惯性参考系中，它都不存在可以静止下来的状态。广义相对论更进一步，爱因斯坦证明，使时空弯曲的不只是我们摸得到的物质，而是更完整的能量与动量分布。光、压力、场全都会参与。充满光子的房间会使时空弯曲，强电磁场会使时空弯曲，甚至重力场本身的能量也会使时空弯曲。更奇特的是，引力本身也会产生引力，这正是广义相对论呈现非线性的原因之一。引力的来源是能量、动量，重力场本身也具有能量，所以重力场本身就是一个圆。这种非线性使得广义相对论的数学比电磁学难得多，这让能量守恒在宇宙尺度上变得格外微妙。
在广义相对论描述的非静态宇宙里，能量守恒不再能用课本上的一句话处理。当空间膨胀时，光子的能量会降低，随着宇宙膨胀，它们的波长也会被拉伸。波长越长，频率越低，每个光子的能量就越低。问题是，减少的能量并没有明显流向任何地方，它不会转换成我们容易识别的另一种形式。严格来说，能量只有在具有时间平移对称性的时空中，才能被很好地定义为守恒量。在诺特的理论架构下，能量守恒要求物理定律不要随时间改变，但是不断膨胀的宇宙在不同的时期是不相同的，它的几何形状会改变。在几何形状不断变化的时空中，我们在学校学到的简单意义上的全球能量守恒并不成立。这并非能量守恒定律的失效，这是动态时空中守恒概念的微妙之处。在时空的任何足够小的区域内，小到膨胀可以忽略不计，能量仍然局部守恒。能量既不会凭空出现，也不会凭空消失。可若想把整个膨胀宇宙的能量全部相加，并要求它在任何时刻都等于同一个数字，问题就会牵涉时空几何、边界条件与总能量能否被全域定义。不同时空容许的答案并不一样。对某些宇宙模型而言，应问全宇宙总能量是否守恒，本身就可能不是一个定义良好的问题。这种微妙之处已经说明，能量并不像表面看来那么简单。它在平坦时空和弯曲时空的小区域内都能完美运作，但在宇宙尺度上，在一个具有动态几何结构的宇宙中，这个概念需要谨慎处理。在局部尺度上，它清楚而可靠，一放到整个动态宇宙，定义便立刻变得微妙。这也是魏石谟将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统一起来的完整量子重力理论如此重要的另一个原因。如果完整的量子重力理论存在，它必须回答，在量子化的时空中，能量究竟意味着什么？能量守恒是否在某种根本意义上成立？或者它是否是大规模平坦时空涌现出的特征？我们目前还没有这种理论，但它的缺失使得有关能量最深层的问题仍无法得到解答。第8章，资讯也要付出能量。时间解释了能量为什么守恒，却不是故事的终点。下一条线索更出人意料，它不是力，也不是粒子，而是资讯。这一切始于19世纪苏格兰物理学家麦克斯韦提出的思想实验。麦克斯韦想象了一个小恶魔，坐在2个气体室之间的一扇小门前，恶魔观察着四处飞舞的分子，然后打开一扇门，让速度快的分子朝一个方向通过，速度慢的分子朝另一个方向通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快速运动的分子会在一个腔室中积累，而慢速运动的分子会在另一个腔室中积累。其中一个腔室温度升高，另一个腔室则会变冷。恶魔制造了温差，一种无需做功即可使用的能量，违反了热力学第2定律。第2定律指出，熵衡量混乱程度的指标在封闭系统中总是增加的，热不会自发性地从冷处流向热处，秩序不会在没有能量消耗的情况下自发性增加。麦克斯韦似乎违背了这项规律，这是一个困扰物理学家数十年的悖论。直到1961年 IBM 物理学家罗尔夫兰道尔才抓住关键，恶魔必须记录每个分子的资讯，是快还是慢，门应该开着还是保持关闭状态。为了进行新的测量，恶魔最终必须从记忆中抹去旧的测量结果。关键就在这里，删除资讯需要消耗能量，
在温度 T 下，每擦出一个位元，至少要释放 kTln2 的热量，其中 K 是波尔兹曼常数，这就是兰道尔原理。它拯救了热力学第二定律。恶魔的代价不一定出在开门本身，而是出在资讯处理的循环。它若要反复工作，就必须重设记忆，清除旧记录时，最低限度的热便会被释放。兰道尔原理于2012年得到实验证实。里昂和斯图加特的研究人员擦除了储存在单一粒子中的单一资讯比特，并测量了释放的热量，结果与预测相符。资讯不是脱离物质漂浮的抽象幽灵，它必须由记忆体、粒子、电荷或其他物理载体承载，而不可逆地重设这些载体会有最低能量代价。熵也不只是日常语言里的混乱，更精确地说，它反映了同一宏观状态可以由多少重微观排列实现。热力学第二定律描述的正是封闭系统如何走向更典型、微观可能性更多的状态。从资讯角度看，我们能掌握的微观细节也会愈来愈少。把这条线索推到最极端的地方，资讯、能量与几何会在黑洞边缘相遇。1974年，霍金证明黑洞会放出近似热辐射，这种辐射是弯曲时空中的量子场效应。对远方观察者而言，黑洞会像具有温度的物体一样放出近似热辐射。常见的粒子对在世界两侧分开图像，可以帮助直观理解，但它只是比喻，不是霍金完整推导的字面过程。在这幅示意图里，一个成分落入黑洞，另一个逃向远方。远方观察者于是看见黑洞放出辐射，并逐渐失去能量。辐射温度与黑洞的质量成反比，较小的黑洞温度较高，蒸发速度较快。霍金辐射将量子力学、广义相对论和热力学连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结论。他说，黑洞有温度，温度的存在意味着熵的存在。而雅各贝肯斯坦早在1972年就计算出了熵，黑洞的熵与其事件世界的面积成正比，不是体积，而是面积。用资讯位元来换算时，每一个位元对应的面积尺度约为4乘以 ln2 个普朗克面积。换算成资讯语言，黑洞能容纳的资讯量与世界面积成正比，而不是与内部体积成正比。这项结果后来启发了全像原理。在某些量子重力框架里，一个空间区域的物理资讯可能由低一维的边界完整描述。这还不是对我们宇宙所有情况都已证实的定律，却是一条极重要的线索。它把几何、熵、资讯与能量拉进同一张图里，但这些线索暗示，要完整解答能量是由什么构成的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根本上理解讯息。能量不只衡量系统能做多少功，也限制资讯如何被记录、擦除与重组。而这个看似抽象的量子世界，并没有停留在黑板上。下一章，它会变成雷射、超导磁体，以及正在运转的量子电脑。第9章，量子能量如何变成现代科技。量子能阶看似抽象，却早已走出方程式，进入医院、工厂、通讯网络，也进入你手边最普通的电子设备。最直接的一扇窗口就是雷射。理想化地说，雷射能让大量光集中在高度一致的光学模式中，频率非常接近，方向整齐，并维持稳定的相位关系与偏振，这被称为相干光。这需要确切地了解原子中能量是如何量子化的。雷射一词原意就是受激辐射所产生的光放大，关键机制正是受激辐射。1917年，爱因斯坦再次预言了受激辐射现象。
运作方式如下：原子可以处于激发态，电子处于比其基态更高的轨道上。如果一颗能量恰好对应能阶差的光子到来，它可以促使激发态原子提前释放能量，而不是等待随机的自发辐射。受激辐射产生的第二个光子会与触发它的光子进入相同的光学模式，频率相同，相位一致，方向相同。现在你得到了2个相干光子，这2个光子各自可以激发另一个光子发射，产生4个光子，然后8个光子，然后16个光子。相干光子的数量呈指数增长，这是放大作用。光子透过受激辐射被放大，但只有当原子处于激发态的数量多于处于基态的数量时，这种方法才有效。这被称为粒子束反转。这并非正常情况。通常情况下，大多数原子处于基态，要实现粒子束反转，就必须先向系统注入能量，让原子进入激发态的速度快过它们衰变的速度。这可以靠电流、其他光源或化学反应完成。这个泵谱过程需要能量，而这种能量最终就会以雷射光束的形式释放出来。雷射的整个运作过程就是一系列量子化能量跃迁。能量输入使电子跃迁到特定的能阶，特定能量的光子会激发进一步的辐射，发出的是相干光。理想雷射把大量光子集中到非常接近的频率与模式中，每颗光子的能量仍由普朗克常数乘以频率决定。光束之所以能如此整齐，根源就在原子能阶的量子结构。从普朗克在1900年提出的令人不安的假设，到你桌上的雷射笔，1个世纪的物理学联系在一起。还有另一个现象使得能量的量子性质不容忽视：超导。当某些材料冷却到临界温度以下时，电阻会降至0，并非几乎为0，就是0。电流流动过程中没有能量损失，而且可以长久维持。实验中，超导环里的持续电流可以维持多年，衰减小到几乎无法测出。没有电池，无需能量输入，没有衰减。在纯粹的经典图像里，这几乎难以想象。经典物理学认为，电子在导体中运动时，总是会因为与原子碰撞而损失能量。电阻率可能很低，但永远不会为0。超导是一种量子效应。在超导体中，电子形成所谓的库珀对。2个电子通常因为具有相同的负电荷而相互排斥，但在低温下，透过晶格振动介导的相互作用形成束缚态。生子库珀对是玻色子，与单一电子费米子遵循泡利不相容原理不同，玻色子可以占据同一个量子态。在临界温度以下，所有库珀对都凝聚成单一的量子态，即宏观量子态。整个材料可以用单一的波函数来描述。库珀对共享同一个宏观波函数，这个单一的巨观波函数具有确定的相位。超导体中的电流流动对应于该相位的梯度。由于大量库珀对共享宏观量子态，普通金属里那种让单一电子不断散射，把电能变成热的通道，被能系强烈压制。它们不再像一群各走各路的电子，而像一个整体协同行动。电流无阻力的流动，零阻力，零能量损耗。普通金属中的电子会受到晶格振动、缺陷与杂质散射，电能因而转成热。但是超导体中的库珀对不容易散射，因为这样做需要打破库珀对并将其从凝聚体中弹出，这在低温下需要比可用的能量更多的能量。超导体中的能系，即打破库珀对所需的最小能量，是一个直接的量子力学量。
它取决于配对相互作用的强度。这是另一种离散的能量尺度。宇宙围绕着量子化能量层次进行自我组织的又一个例子。超导技术在现代科技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磁振造影仪使用超导磁体，粒子加速器利用超导腔来加速粒子。正在研发中的量子电脑使用超导电路作为其基本计算元件。在一些量子电脑里，超导电路的特定量子能态被用来编码量子位元。能量量子化起源于普朗克试图修正黑体辐射公式，最终却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复杂的计算技术的基础。还有一个尺度，我们不能不谈在任何实验都未曾探测过的最小尺度上，能量会发生什么变化。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中，质子被加速到每个质子约 6.8 兆电子伏特的能量，两束方向相反的质子束在环形加速器的4个交汇点碰撞。在质心系中，碰撞能量达到约 13.6 兆电子伏特，超过质子静止质量能量的1万倍。在这样的能量下，质子本身无法在碰撞中幸存下来，质子会在碰撞中被撞碎，它们的组成夸克和胶子直接相互作用，碰撞产生的能量会产生新的粒子，夸克和反夸克成对出现，氢子和反氢子对， W 和 Z 玻色子，顶夸克。2012年，正是在这些碰撞产物中，希格斯玻色子的讯号被找到。碰撞前，能量主要集中在高速质子与其内部成分的运动中，碰撞后，其中一部分成为新粒子的质量与动能。这不是无中生有，而是 E 等于 mc 平方在探测器里留下的痕迹。碰撞能量激发量子场，新的粒子于是出现，具有新质量的新粒子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衰变成较轻的粒子，这些较轻的粒子向外飞去，并被碰撞点周围的巨大探测器探测到。物理学家透过探测器中留下的痕迹，重建产生了哪些粒子以及它们携带了哪些能量。每个事件都是量子场论运作的一张快照，场被激发，粒子诞生又衰变，能量与动量则在每一个环节接受核对。大型强子对撞机至今已运作10余年，数十亿次碰撞，庞大的碰撞数据被一层层重建，而在可测精度与完整记录所有产物的前提下，能量守恒始终是分析每个事件的核心约束。同一套规则从原子光谱一路延伸到人类能制造的最高能碰撞。现有高能实验已探测到大约10的-19次方公尺的距离，比质子还小许多。在这个范围内，量子场论依然有效，但它还没有把重力一致的纳入其中。在粒子尺度，两颗质子之间的引力比电磁力弱约10的36次方倍，忽略它仍能得到极精确的答案。可一旦接近10的-35次方公尺的普朗克尺度，引力预期再也无法被排除。问题正是在那里爆发。用普通量子场论处理重力，会遇到无法沿用常规方法控制的无穷大。广义相对论则把时空当成平滑几何，还没有告诉我们几何本身如何成为量子态。如果时间是时空几何的一部分，而几何本身也会量子起伏，那么时间演化还意味着什么？与时间相连的能量又该如何定义？这些问题现代物理仍没有答案。大型强子对撞机把我们带到墙前，却还没有穿过那面墙。量子场论与广义相对论，这两套各自极成功的理论，正在墙后等待统一，而冲突的中心仍然是能量与时间。第10章，能量与时间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现在，让我们把镜头从碰撞中的粒子转向钟面上的1秒。
因为量子世界还藏着更深的一层，能量要变得清楚，竟然需要时间。在量子力学里，能量与时间之间也存在一种不确定关系。不过时间在标准量子力学中并不是和位置完全相同的算符，因此两者不能简单画上等号。对短寿命量子态来说，状态存在的越短，它的能量线宽通常就越宽，两者的尺度由约化普朗克常数连接。直观地说，一个转瞬即逝的状态很难拥有像长寿命稳定态那样锐利单一的能量，要把能量频率分辨得非常精细，通常也需要更长的观察时间。这也是为什么稳定的定态可以拥有非常清楚的能量。理想情况下，基态不再向更低能阶衰变，因此它的能量可以极为锐利。相较之下，短寿命激发态的能量线宽会明显得多，这不是仪器粗糙造成的，而是量子态寿命本身留下的痕迹。但激发态会衰减，它们只能持续有限的时间，然后就会回到基态。寿命越短，能量的不确定性越大，这被称为自然线宽，它是可以测量的。来自短寿命激发态的光谱线比来自长寿命激发态的光谱线更宽，并非因为测量不精确，因为那个量子态本身的能量是真正不确定的。那个状态本来就没有单一确定的能量，它有一个范围，可以用几率分布来描述。寿命越短，分布范围越广。不确定性原理不仅仅关乎测量精度，它探讨的是能量的概念。对于不会永远存在的系统意味着什么？持续时间仅为飞秒、1000万亿分之一秒的状态，在经典意义上根本没有明确定义的能量，它的能量分布范围很广，取决于它存在的短暂程度，并非因为我们测量的笨拙，因为该状态本身分布在一系列能量之中。在这个层面上，短寿命状态未必对应单一而锐利的能量值。观察与存续的时间尺度会限制能量能被分辨得多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由普朗克常数决定，又是那个数字作用的基本量子，设定一切的尺度。现在再回到量子场，因为在这里能量得到了现代物理最精确的描述。在量子场论中，系统的能量由空间中每一点的所有场的配置决定。运动的粒子具有动能，因为它们是高速传播的场的激发态。静止粒子携带静止能量。著名的公式 E 等于 mc 平方，因为即使在静止状态下，构成粒子的场激发也具有最小能量。如果不破坏粒子本身，就无法消除这种最小能量。静止能量不是藏在粒子内部的一桶燃料，而是粒子整个量子态的一部分。对电子这类基本粒子而言，其不变质量与电子场和希格斯场的耦合有关，相应的静止能量则由 E 等于 mc 平方给出。这就是希格斯场的作用，它不会推动粒子四处移动，它不会像通常意义上那样施加方向性的力，它使粒子具有抵抗加速的能力。可以把希格斯场想成遍布宇宙的背景，但别把它当成会产生摩擦的粘稠液体。不同粒子场与它的耦合强弱不同，而耦合强度会反映在粒子的质量上。耦合越强，粒子越难被加速，表现出的质量也越大。耦合较弱，质量就较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描述下，和希格斯场耦合越强，基本粒子的质量通常也越大。电子与希格斯场的耦合较弱。至于中微子如何获得极小质量，是否完全来自标准希格斯机制，目前仍未确定。较重的粒子，例如顶夸克，耦合非常强，
丙夸克是我们所知的最重的基本粒子，质量约为173级电子伏特，大约比质子重185倍。它与希格斯场的强耦合是原因，光子根本不与希格斯场耦合，这就是光子没有质量的原因。为什么光总是以光速传播？为什么光子永远无法静止？希格斯玻色子于2012年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被发现，这是经过数十年的寻找，以及耗资数十亿欧元建造的大型强子对撞机的实验证实。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证实了希格斯场并非只是一个方便的数学假设。不过，并非所有质量都能简单归结为希格斯耦合。质子与中子的大部分质量来自强作用场的动力学与束缚能。E 等于 mc 平方真正告诉我们的是，质量与能量不是两种可以彼此变魔术的物质。物体的不变质量对应它在静止系中的总能量，两者由光速平方连结和分裂，以一种可以被观察测量的方式，使这种现象变得无可否认。但不幸的是，它也被用作了武器。当铀235被中子撞击并分裂成两个较小的原子核时，产物的总质量略小于起始材料的总质量，少不了多少，大约 0.1%， 但缺失的那一小部分质量会以能量的形式重新出现。该数值是透过将缺失的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而得到的。光速大约是每秒3亿公尺，平方之后换算成能量，就是每公斤约9乘以10的16次方焦耳。即使是缺失的一小部分质量乘以这个数字，也能得到巨大的能量。但人们对核反应常常有以下误解，更准确地说，不是一种叫做质量的物质变成另一种叫做能量的物质，裂变前后的静止质量不同，反应的正是系统总能量不同。原子核的结合能来自核子之间的强作用，它不是一种填充物，而是整个束缚系统的能量差。当铀分裂成更小的原子核时，这些较小的原子和每个粒子之间的结合力比原来的铀更紧密，每个粒子在结合中储存的能量较少。这种能量差之前以结合能的形式储存在铀原子核中，必须找到释放的途径，它转化为非散裂变碎片的动能，数十亿碎片的动能，以如此巨大的规模产生热、辐射和压力波，我们称之为核爆。什么都没有被创造出来，没有任何东西被毁坏。质量和能量是一回事，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总账仍然不变。只要相应的时间对称性成立，诺特定理所揭示的那本账就仍会一笔不漏地对上。走到这里，我们终于能把能量的现代数学定义说清楚。在这个层面上，能量没有具体形状，它没有颜色，没有质地，没有形状，它不是那种可以拿在手上称量或倾倒的物质，它不是从一处流向另一处的液体，它是场的状态与产生时间演化的数学算符，即哈密顿量之间的关系。哈密顿量是以19世纪爱尔兰数学家哈密顿的名字命名的，他重新表述了经典力学，而1个世纪后，这种表述方式被证明非常适合量子理论。哈密顿量是一个数学对象，它表示系统的总能量。在经典力学中，它是一个数值，动能和位能之和。在量子力学中，它是一个算符，是一种数学指令，用于从波函数中提取资讯。当哈密顿量作用于系统的波函数时，它告诉你该波函数如何从一个时刻演化到下一个时刻。薛丁格方程，量子力学的主方程，实际上就是如此。波函数的时间导数等于负 i 乘以作用于波函数的哈密顿量除以普朗克常数。
量子力学中的一切都源自于这个方程式。动力学、能阶、允许的跃迁、对外部场的响应，所有这些，哈密顿量的本质值，也就是在能量本质态下测量系统时所得到的值，就是允许的能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离散能阶，能量，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是一个数值谱，哈密顿量的本质值谱。这不是诗意的描述，这并非是某种更具体事物的比喻，这是地球上每一本量子力学教科书中所使用的数学定义。能量是哈密顿量所测量的，哈密顿量是时间演化的生成器。所以当你问一个量子系统如何回应时间的流逝时，你得到的答案就是能量。它不是一种物质，它不是液体，它不是粒子，这是一个数学量，用来描述量子系统与时间的关系。诺特说得对，能量和时间是同一结构的两面，同一对称性的两个面向，而普朗克常数则是连接它们的尺度。但即便接受了所有这些，这个问题仍然不会完全消失，因为场本身也需要来自某个地方。为什么这些场具有它们所具有的属性？为什么普朗克常数是这个值？为什么电子与希格斯场的耦合强度是这个值？电磁场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空间维度是3个而不是2个、4个或17个？为什么时间会向前流逝？量子场论非同凡响，它的预测结果经过了比科学中任何其他理论都更多的小数位数的检验。电子的此举是描述电子与磁场相互作用强度的物理量。量子电动力学预测了它的价值，实验可以测量它。他们一致认为精度优于1万亿分之一，这就像测量地球到月球的距离，精度要达到头发丝的宽度以下一样。没有其他科学理论能够达到如此高的精确度。然而，量子场论并不能解释这些场从何而来，它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些场具有它们所具有的属性，为什么电子场会以特定的电荷与电磁场耦合，为什么希格斯场具有真空期望值，从而赋予粒子特定的质量，为什么空间有3个维度。这些都是理论需要从实验取得的输入参数，标准模型能用它们做出精准预测，却无法从更深的原理推导出它们为什么恰好是这些数值。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建立在量子场论之上，大约有19个自由参数，需要测量和输入的数字，而不是从基本原理推导出的数字。精细结构常数、夸克质量、氢子混合角、希格斯玻色子的质量、希格斯场的真空期望值、W 玻色子和 Z 玻色子的质量，它们被写进场的性质，以能量尺度表达，并由实验测定。但为什么是这些数值，而不是其他数值？我们没有答案。第11章，走到普朗克尺度，时空还存在吗？标准模型精准的惊人，却把最根本的常数留在门外。为了追到更底层的答案，物理学家走上几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其中最著名的一条叫做弦理论。该提案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理论物理学，并发展成为一个持续数十年的庞大研究计划。其理念是，如果基本物体不是零维点粒子，而是一维振动弦，那么这些弦的不同振动模式自然会产生不同的粒子特性，不同质量，电荷不同，自旋不同。在这个框架里，不同的振动模式可以对应光子、电子、夸克以及其他粒子。粒子的差异不再来自不同种类的小球，而来自同一类基本物体以不同方式振动。弦理论中的能量其实是高维空间中弦的振动能量，
所有粒子都是同一种物体，一根弦，只是振动方式不同。这将把自然界的所有粒子统一成单一类型的物体。这或许可以解释标准模型中作为自由参数的粒子性质。弦理论自然也包含了引力。引力子，这种携带引力的假想粒子，会自动出现在振动模式之一，这是一项重大成就。而把重力一致的量子化，正是传统量子场论数十年来最难跨过的门槛之一。弦理论需要我们所体验到的三维空间之外的额外空间维度，通常有6、7个额外的维度，它们蜷缩得非常小，以至于我们无法感知它们。物理学家把这种蜷缩称为紧致化。这些额外维度的形状决定了我们所观察到的粒子的性质。不同的形状会产生不同的粒子物理特性。问题是，可能的形状数量非常庞大，可能是10的500次方。每种形状都对应着一个具有不同物理常数的不同宇宙。这就引出了弦理论景观的概念，这形成了所谓的弦理论景观。数量极其庞大的可能真空，每一种都可能呈现不同的低能物理常数。弦理论的数学极其庞大，也反过来推动了纯数学、黑洞物理与全像思想的发展。但到目前为止，它仍缺少一项能把自己和其他方案清楚区分，并获得直接实验确认的预测。这不表示弦理论已被证明错误。若基本弦存在，它们的特征尺度通常被设下的接近普朗克尺度，大约10的-35次方公尺。这比我们目前技术所能探测到的任何事物都要小大约20个数量级。直接检验弦理论所需的能量非常巨大，以至于我们目前能够想象的任何技术建造的粒子加速器都无法满足要求。弦理论至今仍是活跃的研究方向，也产生了重要的数学成果。它或许指向普朗克尺度的真相，也可能只是通往答案途中一套极有力量的语言。现阶段，实验还没有替我们裁决。圈量子引力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圈量子重力不是从量子力学出发并对其进行扩展，而是认真对待广义相对论，并对时空本身进行量子化。广义相对论认为重力不是一种力，这是时空的弯曲。质量和能量使4维时空结构弯曲，物体沿着弯曲结构中最直的路径移动。我们所感受到的重力，其实只是遵循几何规律而已。在这种观点看来，重力场是什么这个问题有一个奇怪的答案：重力场就是时空，是宇宙的几何结构。圈量子重力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你对这种几何进行量子化，你会得到什么？在圈量子重力的数学描述中，面积与体积等几何量会呈现离散谱，时空不再只是平滑背景，而由称为自旋网络的量子几何状态描述。它们的演化则形成所谓的自旋泡沫。如果这幅图正确，接近普朗克尺度时，我们熟悉的连续空间与时间便不再是最基本的概念，能量也必须相对于量子几何重新定义，而不是简单放在固定舞台上的一个数字。我们熟悉的世界，连绵不断的场域和流畅流动的能量，都是从这种底层的颗粒结构中涌现出来的，就像水的平滑质感一样。尽管水是由离散的分子构成的，圈量子重力对早期宇宙做出了一些预测，这些预测有可能透过未来的观测进行检验。一些模型预测，大爆炸并不是宇宙的开始，而是先前收缩的宇宙的量子反弹。这个宇宙收缩到极高的密度，此时量子重力效应占据主导地位，然后反弹形成我们今天所观察到的膨胀。一些模型预测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早期热宇宙的余晖中存在微妙的特征，这些特征将圈量子重力与经典广义相对论区分开来，但这些预测很微妙，也存在争议，目前还没有任何观察证实它们。圈量子重力与弦理论从不同假设出发，给出很不一样的时空图景，目前也还没有一套公认框架能把两者完整结合。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如果有的话，描述了普朗克尺度的现实。所以，能量在最底层究竟意味着什么，仍然悬而未决。不是因为缺少想法，而是因为答案很可能藏在现有加速器、望远镜与探测器都难以直接触及的尺度。我们非常精确、非常有把握地知道能量的作用，它像一套秩序，限制现实可以采取哪些状态，又能如何从一种状态走向另一种状态。在宇宙早期，大爆炸后不到1秒的时间里，温度非常高，以至于我们对不同形式能量的区分都消失了。在极高温下，今天彼此不同的粒子与作用呈现更高的对称性，电磁力与弱合力的统一已有监视理论与实验支持，强合力是否也曾与它们统一，则仍属尚未证实的大统一假说。这不表示今天所有作用都能随意互换，而是说在足够高能的状态下，区分它们的某些对称性尚未破缺。早期宇宙因此比今天更对称，随着体积膨胀和冷却，这些对称性被打破了，一个被称为自发对称性破缺的过程。在某些大统一模型里，强合力可能在大爆炸后及早期与其他作用分离，但这一段历史目前没有直接实验证据。到了大约10的-11次方秒附近，宇宙跨过电弱对称性破缺的尺度，电磁力与弱合力呈现为今天不同的作用。希格斯场也进入目前的真空状态。大约在10的-6秒时，夸克被限制在质子和中子内部，宇宙的能量格局最终稳定下来，形成了现在的形状。我们所知道的粒子，它们具有质量并经历相互作用，都是从那种高能量状态中结晶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能量不是宇宙最原始的材料，却是描述所有状态与变化时不可缺少的量。原子、恒星乃至人脑，都不是一团没有形状的能量，它们是量子场、粒子与相互作用，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结构，而能量则参与决定哪些结构可以稳定存在，哪些转换能够发生。还有最后一根线索需要挖掘，我们一直在讨论能量作为一种物理量，一个数字，以焦耳为单位测量的东西。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能量也是解释事物发生原因的一种方式。魏什谟事件在时间上会朝着一个方向发展，而不是另一个方向发展。魏什谟未来与过去不同，能量景观会深刻影响事情往哪里发展。球沿山坡向下滚，弹簧松手后恢复，水从高处流向低处，在这些过程里，未能降低，其他形式的能量相应增加，总能量并没有消失。对能与环境交换热量的系统而言，稳定方向通常由自由能决定，而时间箭头更与熵增加有关。不能只用一切都在追求最低能量概括，量子系统也可能停留在激发态，或处于多个能量本质态的叠加。若与热环境达到平衡，它出现在不同能量状态的几率才会由温度控制。在接近绝对0度的极低温下，系统几乎肯定处于基态，温度越高，它们越容易处于激发态。能量分布的这种温度依赖性可以用波尔兹曼分布来描述，该分布以奥地利物理学家路波尔兹曼的名字命名。在温度 T 下，能量位异的状态，其出现几率大致按 E 的负 E 除以 kT 次方衰减。
其中 K 是波尔兹曼常数，E 则是自然常数。这个公式遍布化学、材料科学、生物学、天体物理与宇宙学。它解释了蛋白质为什么会以特定的方式折叠，为什么有些化学反应能够自发性进行，有些则不能，为什么早期宇宙中存在某些种类的粒子，有的含量丰富，有的则很少见。例如，石墨的自由能虽然比钻石低，钻石在室温下仍能长期存在，因为转变必须跨过很高的能垒。所以，我们不只要问一个状态有多少能量，还要问它和下一个状态之间隔着多高的门槛。高能量构型在低温下不太可能出现，在高温下则更有可能出现。许多量子跃迁只能交换对应能接差的能量，而能量景观的形状会限制物质能形成哪些结构，又能经由哪些路径发生变化。能量可以连续取任意值，没有离散的层次的宇宙将会是另一个宇宙。如果没有量子化的能阶，我们所知的化学将不复存在，我们所知的生物学将不复存在，因为分子识别没精确结合特定分子的能力，取决于分子的离散可重复能量结构。能量的离散结构不是无关紧要的技术细节，它让原子可以长期稳定，也让分子以可重复的方式形成。物质之所以具有清楚结构，根源就在这里。也正因为分子的能量结构可以稳定重现，相同的氨基酸才有可能在细胞里反复组装成具有特定结构的蛋白质。从这个意义上说，量子化不是遥远的理论细节，它和你为什么能存在直接相关。量子场论最奇怪的推论之一是，当你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考虑力时会发生什么。将两个电子推得非常近，在足够短的距离内，它们之间的电磁斥力非常大。在量子电动力学的微扰计算里，电子之间的作用可以用交换虚光子来表示，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计算语言。光子场负责电磁相互作用，不只是相机能侦测到的真实光子。不过，虚光子不是寿命极短来不及被抓到的普通光子，它是费曼图内部线所代表的数学中介，不能直接当成可探测粒子。因此，说两个电子靠交换虚光子彼此排斥，是对量子场计算的形象化描述。在这套计算语言里，内部线传递能量与动量，我们宏观上称为力的效果，就从这些量子场相互作用中浮现。电磁作用由光子场描述，弱作用由 W 与 C 玻色子场描述，强作用则由胶子场描述。把它们说成交换粒子很形象，但必须记得，这是量子场计算的图像，不是两颗小球真的互相扔东西。胶子本身也带有强作用的色核，因此彼此会相互作用。这种非线性行为与夸克禁闭有关。当你试图把夸克拉开，所需能量不会像普通长程力那样轻易消失。孤立夸克也因此从未被观察到。量子场论中的引力应该由引力子来交换。引力子是自旋位2的无质量粒子，虽然我们从未侦测到引力子，而且描述引力子的量子重力理论也尚未完成。在标准模型里，电磁、弱核与强核相互作用都能用对应规范场的量子来描述。至于重力是否也能如此完整量子化，仍是未解问题。每一次互动都是一次能量交换。宇宙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巨大的场网络，这些场不断地相互交换能量量子。我们看见的粒子是场的激发，我们感受到的相互作用是场之间交换动量与能量的结果。真正铺满舞台的是量子场。能量
则像每一次变化都必须核对的共同尺度。故事讲到这里，值得我们退后一步，好好欣赏量子场论所呈现的全貌。宇宙处处都是量子场，即使在最低能量状态下，这些场也会波动。粒子是这些场的量子化激发，这些激发态携带能量与动量，相互作用则让它们在不同场之间转移。基本粒子的质量与希格斯场耦合有关，复合粒子的质量还大量来自场的动力学与束缚能。反物质是量子数相反的相同场，真空也不是单纯的空无，而是具有可测量结构的量子基态。这套在20世纪逐步建立的框架，至今仍持续通过极高精度的实验检验。标准模型把这些内容收进同一个框架，是人类建立过最成功的物理理论之一。可它越精准，留下的缺口反而越刺眼。它有一些我们无法解释的自由参数，它对真空能量做出了灾难性的预测。它没有将重力纳入一个一致的量子力学框架中，它无法解释暗物质。暗物质约占宇宙能量的27%，它无法解释暗能量。暗能量约占总能量的68%。按照目前的宇宙学估算，普通物质只占宇宙能量预算约5%，暗物质约27%，暗能量约68%。标准模型对普通物质的描述极精准，却没有给出暗物质粒子的身份，也没有解释暗能量的本质。暗物质与暗能量这两个名字，更多是在标记我们观察到的效应，而不是宣告我们已经知道答案。暗物质似乎在星系和星系团周围形成大尺度分布，我们知道它的存在，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引力效应。它能弯曲光线，它会影响星系的旋转速度，它存在于早期宇宙中，并影响了宇宙结构的形成。但我们目前还没有确定的粒子候选者。到目前为止，寻找暗物质粒子的实验仍没有得到公认的直接探测结果。暗能量更加神秘莫测，这是我们对驱动宇宙加速膨胀的因素所取的名称。我们测量发现，它的能量密度与量子场论的预测相差120个数量级。我们能测量暗能量对宇宙膨胀的影响，却仍不知道它的本质。宇宙能量预算中约95%的部分，仍超出标准模型对已知粒子的描述。让我们用一个能说明我们所讨论的一切的特定粒子——光子来总结所有这些内容。光子是电磁场的量子，是光的基本单位。它没有质量，也不带电荷，它在真空中以光速运动。由于其质量为0，因此它只能以光速运动。当处于激发态的电子跃迁到较低能阶时，能量差会以光子的形式释放出来。光子携带的能量是精确的，而不是近似的。确切的把普朗克常数乘以光的频率，就得到这颗光子的能量。它不能被简单想成一颗沿直线飞行的微型弹珠，它是电磁场的一个量子，一种涟漪，一种以光速在场中传播的激发。它具有分布在整个空间中的几率振幅，吉波函数。在路径资讯被测量之前，光子的量子态可以包含多条可能路径的叠加，这就是绕射和干涉现象的成因。光子的几率振幅同时经历所有路径，并发生自身干涉。当光子照射到你的眼睛时，它会被一种叫做是黄醛的分子吸收。这种分子位于一种称为是蛋白的蛋白质内部，而是蛋白又位于视网膜中，被称为是干细胞或视锥细胞的光感受器细胞内部。光子被吸收后，会改变是黄醛分子的电子状态，使分子发生异构化，并启动一连串生化反应。这些反应改变感光细胞膜上离子通道的状态，进而改变膜电位。
讯号再沿视觉神经路径传向大脑，成为我们看见的世界。从恒星发出光到你产生视觉，整条路都是一连串具有量子结构的能量交换。电子从一个能阶跃迁到另一个能阶，以精确能量产生的光子，视网膜分子吸收光子，电子跃迁到更高能阶，分子改变形状，离子通道状态改变，膜电位改变，神经讯号传出。其中许多关键步骤，例如光子的吸收与电子能阶跃迁，都具有清楚的量子结构，每一步都服从量子力学允许的能量交换规则。量子世界不是躲在大型实验室里的异常角落，你每一次睁眼都有大量光子被吸收，有电子改变能阶，有分子改变形状。世界之所以能被你看见，本身就是一场持续发生的量子事件。而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最初的问题。第12章，能量不是内容，而是宇宙的语法。能量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如果你一直在等待某种比原子更小的颗粒，答案可能会让你意外。水可以拆成分子，分子可以拆成原子，原子还能继续拆成电子与原子核。但能量不是这类材料，它没有一颗更小的能量粒子藏在里面，等着我们用更强的显微镜找出来。至少在今天物理学能抵达的深度，能量不是一件物品，而是一个物理量。在经典力学里，它描述系统的状态；在量子力学里，它是哈密顿量可能给出的测量结果；在量子场论里，它有场的状态与激发携带；到了诺特定理，它又成为时间平移对称性所对应的守恒量。这些说法听起来不同，却共同指向一幅画面。能量不是宇宙仓库里堆放的内容物，它更像宇宙安排变化的方式。回到最初那根蜡烛，烛火亮起时，化学键里的能量变成热与光。恒星内部，核反应中的质量插化为辐射，光子抵达你的眼睛，又被分子吸收，转成电讯号，最后成为你此刻看见的画面。形势一路改变，账目却在适用的条件下一直对得上。而这份守恒不是宇宙碰巧养成的习惯。诺特定理告诉我们，只要自然定律不因今天或明天而改变，能量守恒就会从时间的对称性中浮现。换句话说，能量与时间从来不是两条互不相干的线。能量是物理世界回应时间推移的方式，可谜底仍没有完全揭开。量子场论能把电子的此举算到惊人的精度，却无法解决真空能量相差120个数量级的危机。标准模型能精准描述普通物质，却还不知道暗物质是什么，也没有说明暗能量的本质。到了普朗克尺度，当空间与时间本身都可能出现量子起伏，能量是否仍保有今天熟悉的意义，我们同样不知道。这不是物理学的失败，这是它最诚实的边界。我们知道的已经够多，多到能制造雷射、超导磁体、核能设备与量子电脑，可我们知道的又远远不够，甚至还无法完整回答为什么宇宙偏偏采用这些常数，以及这样的真空能量。此刻，你吸入的空气里，分子正在碰撞，你眼前的荧幕正把电能转成光子，你的视网膜吸收这些光子，大脑在用电化学讯号把它们组织成画面、理解与记忆。你以为自己只是在看一部影片，其实太阳内部的核融合、供电系统里的电流、荧幕发出的光子，以及视网膜与神经元中的电化学反应，都在用不同方式讲述同一件事。能量不断换上新的面貌，
而你正身在这些转换之中。也许这就是今天最接近答案的说法。能量不是一种看得见的材料，它是万物改变时留下的账，是时间推动世界时显现的尺度，也是宇宙面对无数变化始终遵守的语法。把手再一次放回胸口，你感受到的每一下心跳都在提醒你，那本从宇宙诞生之初便开始书写的账直到此刻仍没有停笔。